相对于之前来说的话，就现在有太多丰富的东西。那也是回到今天的比赛，看一下双方的第2场比赛。首先对阵的是来自于 KPG 的胸针、大唐、季梦、小马以及悠悠。还是保持了 KPG 这个赛季一直以来的稳定的5人组啊。而且今天也要看一下他们的对手 SS1、萌七、张萌、开心海豹、Yuri 以及 SMY。那我觉得这2支队伍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目前的这个战绩都不是特别的乐观，一个是第5名。一个是第6名，对吧？3-5和2-6，现在积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场场皆关键了，这样会影响到他们后续进到这个季后赛的形势。是的。看一下2队的这个数据上面啊 ，KPG 是小幅度的领先。对于 SS1 来说，这里的1塔率、小轮控制率和先锋控制率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血率上面 ，KPG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一个赛季以来，我觉得 KPG 更多的是去打一些偏运营的节奏，这个也是可能血率爆发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的，而且双方的血率其实相对都不是很高。那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 KPG 的1塔率会比 SS1 好一些。那可能就是因为前期的这个先锋的控制还不错。我觉得大唐其实在这个赛季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对吧？有点回到当年的那个意味，就是他对于这个版本的英雄的熟练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关键选手数据对比是给到了2队的中路选手 KPG 的季梦以及 SS1 的开心海豹 ，KDA 上相差不多，但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英雄池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季梦喜欢去玩一些偏自己打输出的这种战士型的英雄，对吧？比如说格温、卡密尔，而开心海豹这里的话，更多是以推线的古拉加斯以及兰博为主。就2个选手，其实在他们各自队内的这个定位，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官号捡的集锦里面啊，这2位选手出场，将由 KPG 对阵上 SS1。让我们有请双方参赛选手登场。辅助 KPG 悠悠 SS1 萨摩耶。射手 KPG 小马 SS1 Yuri。中路 KPG 季梦 SS1 开心海豹。打野 KPG 大唐 SS1 张萌。单人路 KPG 胸针 SS1 萌七。Hello， 各位召唤师们，今天的第2场比赛将由 KPG 对阵上 SS1，2支战队分别位于积分榜的第5以及第6名。来到了我们的夏季赛末尾，每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今天这场比赛胜负如何？接下来我们能够一起找到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今天这场精彩的对局。好，感谢杠杆，也感谢我们的10名选手啊！这上来萌七还是今日首封，对吧？这个经典的奥特手势，就是每一场上来都得带一个这奥特家族的光芒。我就感觉这后面还好是奥特够用啊，这么多人，对吧？不然的话，我感觉萌七后面这手势不够用了。对，咱们就是说，大家每个人上场的时候，大家都看着平平无奇，到萌七这里就会眼前一亮。我们这一个赛季上场的顺序啊，确实也是有点让他得了便宜，对吧？压轴出场是。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为什么说都很重要的比赛？其实 SS1 呢，它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的，因为它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场次会让我们觉得它的强度相对有些弱。是的。但其实我们在最近几周已经慢慢看到了它队伍的成长和起色。而且他们在遇到排名比较靠前的队伍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拿下至少1场的这个胜利的。对。那对于 KPG 来说，就比较麻烦的事情是，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每一支队伍他们都有机会拿个1分。
但是他们如何赢下这个 BO3，其实是他们现在要面对的课题。对，我觉得 KPG 其实这个赛季真的有一点让可能大家看的比较难受的地方，是在于很多时候就差那个临门一脚，对吧？就很多时候你有机会可能2比1能够拿下对手的，但是就在最后那一场比赛里面棋差一招，那一切的问题我觉得也得给我们选手自己去调整啊。这一把 KPG 的蓝色方 SS1 在红色方上来是搬掉了泰坦以及波比，而右边是时光和安贝萨。泰坦在这个版本其实有一些调整，他在野区上的刷野其实是有点削弱的，但其实不影响他在辅助位置上的强度。是的，卡米尔这个英雄是萌7比较招牌的一个英雄啊。而且我觉得最近的比赛里面，卡米尔这个英雄上场前期可能也许没有太大的声音，但其实你越到中后期的话，这个英雄如果发育起来，无论是他的强开还是边带，其实都是还是会给到非常大的威胁。我觉得还是主要突出在边线的时候，配合打野的抓人能力实在是太稳定了。那个大招锁下来，对吧？包括是如果对面的 C 位在比较肥的情况下，中期也可以靠着卡米尔的一个大招去把他的节奏断一断。上来直接把位给一手拿下啊！哇，在 SI1 这边红色方直接选择了一手不搬位。对，因为我感觉是第3楼搬位好像出了点问题，可能没选上还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等待一下我们现场的裁判。对，因为我感觉面对 KPG 的话，这个位一般情况下都会在红色方上一个搬位。对，主要他3楼刚刚没显示嘛。我看一下等会儿出现了个什么情况。这英雄要是放了，大唐还不秒选？这大唐太爱了呀！是。好，我们回来看到啊，这确实是3楼没有上任何的班位啊，所以位在1楼锁下来。而右边选到了中野非常强势的瑞兹加芒森，左边直接拿下了 EZ。有可能，我觉得 SS1 他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就把位放出来啊，你把芒森给我，因为我有更重要的英雄。当然，位和芒森这是个野区里面的经典 counter 了，就是位在单点打芒森的时候还是比较舒服的，对，很好打。3楼是直接拿下了奎桑提去对到鳄鱼，那这个上也很舒服呀。这个位和鳄鱼这个上半野区的配合拉满，对。鳄鱼这个英雄只要选出来，这前面打架还是很猛的。所以你如果前面有一个这种一手开团的位，它的联动性会很高。后面的班位上面去搬掉了奥拉夫，这手奥拉夫可能是去防一手中单的哦。对，中单的奥拉夫。奥拉夫这英雄面对到右边这3个人，其实是比较好处理的。中期的时候可以靠一手换线，然后让奥拉夫这个英雄去对到奎桑提的对线，这样也可以避免鳄鱼在中期开始可能对到奎桑提没有那么容易突破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还是有一点奇怪，就是没有搬位，把位给了对面，然后自己选了芒森。如果说位搬掉的话，其实 KPG 这边可能会一手选芒森。薇恩，真的假的？尤瑞上来又亮一下。我感觉今天 SS1 的 BP 有点东西啊，他们肯定是有自己特定的想法。对，但这个我其实是觉得啊，就是在之前看 SS1 的比赛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我是觉得他们得拿自己用得好的想玩的，而不是因为对面阵容选的是这样，所以我得去拆招，对吧？你往往这种主次没有分清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很容易把自己的节奏拖到那种不舒服的那种环境里面。酒桶。搬了卡尔玛，绑 EZ 和卡尔玛。是的 ，EZ 和卡尔玛这个下路对线强度还是太高了，而且我觉得本身其实这个组合是卡尔玛的对线强度，真的是会把 EZ 拉上一个台阶。但悠悠的山羊没有太大问题，他玩山羊太熟悉了。是的，而且这把是把酒桶先选下来的情况下再拿的山羊，所以防止你也没有对面会拿这个布隆的这一说了。对，可能性。最后一手 counter 位是留给了 AD， 希维尔的话可能出伤会有点慢这把希维尔是主要会防卫，后期的输出环境会比较好，但前期的这个伤害能力实在太低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双 C 都很吃发育。是的，这俩英雄都是得来到3、4件套的时候才能打输出。上路还要防gank。这把我觉得对 SS1 来说最主要的重心还是放在中野身上。1、2楼锁下的芒森加瑞兹。这个2个英雄的组合应该是前期打架能力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
算 T1档的了，所以也要看这前期的节奏，因为毕竟季梦这把选了一个格温嘛，这英雄是主要还是偏发育，在中期边线开始慢慢找机会。而且他们辅助选了一手酒桶，盲僧加酒桶的配合，在野辅的位置上还是能给到 KPG 很大的压力的，联动性比较强。对。但是前面打架的时候，很容易 SS1 这个阵容没输出啊。这前面所有的输出来源只能靠中野、盲僧和这个瑞兹啊，然后瑞兹的输出的话也得说白了，前面的输出我真觉得出伤速度有点慢，对吧？你打到后期的时候，可能装备起来了，一个3技能再挂一个1技能，那样的伤害会很高。但是你前期的话，瑞兹其实得是一套一套连招去磨人的。我感觉从阵容上来看的话 ，KPG 的阵容他们打团的容错率会很高，然后也会挺舒服的。因为前期对线问题也不是很大 ，KPG 这个阵容拿的就比较标准。前面靠着 EZ 和奥恩这俩英雄在前期拿到对线优势之后，迅速的转中，然后把季梦的格温换到下路去发育，因为格温这英雄在单线的时候也没那么容易被抓和被越，所以就可以让辅助动起来的同时，把更多的重心去放到上半区，让胸针的这个鳄鱼去建立优势。对，而且前期这样在控先锋的时候优势也比较大。这把胸针是选择带到了传送啊，跟蒙七打一个和平发育。传送鳄鱼，传送鳄鱼其实基本上对线不会给到格桑迪特别大的压力。而鳄鱼这里的小符文选择上面是没有选择到了爆破，而是带了巨象的勇气，想要在换血上面更赚啊。他这个是比较偏保守的玩法，非常团队，所以就没有想靠着自己的这个英雄前面推线的特性去蹭你的塔皮。更多走联动。一级的对线下路还是靠着 EZ 的这个强势啊，这 SS1 下路不敢去摸这个线，能等到线放进来。好在有手酒桶吧，我觉得可以帮一下自己加优瑞的发育，问题也不是特别大。真的很细节啊！第一波线推完之后是让蒙七蹭了点线之后，让这个线慢慢放过来，所以现在是一个慢推的平线。吃了果子回来之后，胸针因为把上一轮的2技能已经使用完了，所以这波线只能迅速的把它推进去。先喂是下半区的开野，那有可能是那就是要往上半区刷的嘛。盲僧刷上来，红 buff 先没打，先把河蟹给控了。哎，他这里可能是猜错了魏的动向，所以自己是亏一个红 buff 的。蒙七强行想留下人，但是胸针上是有闪的，所以这波张萌的节奏很伤啊。而且因为毕竟盲僧还没有到我。对，就这一波魏已经把自己的6组野区刷完了，还吃了个河蟹，7组野怪刷完之后回去等自己的第2组了。但是你看张萌这里，这第5组还差一点，对吧？第5组刷完之后，这最后的一个红 buff 才能去摸。算上河蟹的话，刚刚是第6组。这样打完 ，KPG 直接选择把双人组换到中路来，先手换线，让季梦去下。这样的先手换线的动作，让 KPG 在前面的运营上面已经小赚了点便宜了。先一些时间的话，可以摸一些这个防御塔镀层，而且把你果子打了。这个果子尊严之战，对吧？每次都说对线的时候，只要 A 对面果子就是有点上嘴脸了。而且在对线期，其实这个果子因为刚刷新刚过来，对这个果子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是的。特别是现在有些人会带那个果实的符文，就是你点了之后，不管是对面的还是你的，都加点钱。是的。25块。那个对。现在悠悠他打辅助位置就很喜欢动，他动的会比较多。是。所以像奥恩和泰坦这种英雄很适合他。对，你看这个也是他们发挥了 EZ 前面的对线优势，直接让奥恩可以解放出来，配合打野去做事儿。大唐的这个位置冲拳回去刷自己的下一组野区了，所以也没有让 SS1 找到任何能够看到魏的动向的地方。主要我是觉得盲僧这把已经有点刷野落后于魏了。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很远古的。就是比赛，就其实悠悠是帮优瑞做过辅助的，在很早很早以前。OMG。对。对吧？那还是真的是老
队友了。对，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最早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一对双人组搭档。而且那个时候 OMG 的下路打得很好。对。这下路你看，季梦自己一个人单线吃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掉点镀层啊，但是没关系。对格温来说，我觉得不影响。格温就是保住自己在下路可以稳定发育就好了。但是显然 SS1 对他这路是有想法的啊。但是中线一时拿不到线权啊，所以现在 SS1 在这里做太多的招数，实际上都只有2个人在看。对，因为你希维尔在中路，其实他悠悠这边现在接触了一下。对，接触一下打一套。但自己的血量是比较低的，好在身上有个治疗，所以对面也不敢动你。简单的技能交换。胸针直接选择把上路线给断了，但是蒙奇说这招我熟啊，对吧？这 solo 赛的时候老断线了。对，我老上路了。对，这个赛季真的在断线这一方面啊，蒙奇确实权威。顺便果子也给你 A 了。镜像的，现在盲僧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大桃也没有。尤瑞在经验上面稍微领先一点小马哦，是因为，刚刚悠悠在中路还是2个人战线站得比较久，而 SMY 已经一早去下路帮助海豹推线了。是的，他就是 SS1 这边，你看，其实苏密友他一直跟的是开心海豹。这边盲僧已经在野区卡对面2个人位置了，希维尔想下来，但是好像对面不太给机会。哎，你别说，这个战术也是有点东西的，因为其实瑞兹他也手的长度也还 OK， 他相当于一个下路双人组在给你对线嘛。是的。那你这样的话，其实格温和悠悠在下路就很困扰啊。是的，最主要我是觉得这种时候悠悠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就正常来说的话，他这个时候应该是去已经做自由人位置，然后来解放2条边线了。对。但是你看现在就变成了我被迫要去跟格温做防守，但我挂在这下路，实际上我也帮不到他什么忙。他该被压，该被吃镀层，还是得被吃。现在对位500。但我觉得有一点好在就是小马他是可以自己发。哎，撬回来了！这波回廊提直接把人给撬回来之后，但是可惜没有把胸针带进塔里。所以鳄鱼这里甚至连大招都没逼出来。那这样的话，蒙奇一小步的上头其实有点亏哦。第一波回廊提打团没大，但是鳄鱼还有大的。是的，大双招全在啊。不过好在 SS1 这里是选择直接下路拿完线之后把小龙去做置换了。那第一波资源团应该是打不起架来。哇，太稳健了！到现在为止0个人头。不过抓到了这个时间空隙，在防御塔镀层掉完之后，也可以轻松的把下路1塔先拿到。上路放了个先锋，把蒙奇赶走。够稳健。是没大的，这样的话直接会被秒掉。人头是给到了胸针的鳄鱼。这也很稳健啊，直接来上路拿了个防御塔。都没有去拆中路的想法，感觉正常来说，看到叫先锋的那一刻，蒙奇就应该直接走了，因为这波魁当体没大招，没什么操作的空间。对，这也是要遵守一下半区原则啊！你的下路在转的同时，对面的人也会在你上面去进攻。这样打下来，怎么感觉现在是 SS1 稍微有一点领先，因为他身上领先了一条龙。后期有一些保障吧，我觉得对于他们这个阵容来说。你只要能够前面控掉1条小龙的话，就能保证到自己的双 C 在后期有更多的发育机会。是的，就不至于会有那种龙魂压力来的那么大。那蒙奇这里第一时间看到的想法是想把线往外顶，就是不让对面把这个线给带进来，但是他还是忽略这3个人硬伤害来灌你的杀意啊。对，加个先锋。他那个位置有可能他脑子里还在想有没有机会清线。对，他想把那个线顶出去嘛。这样的话，你虽然是悠悠已经到后面卡你的线了，但是你只要兵线不进来，其实都一直动不了这回桑提。但叫了个先锋就不一样了。现在到了一个双方开始刷野和稳定推线的时间点和找机会。那这种时候，奥恩就来作用了。这种时候，奥恩的游走能力会更强一些。是的。主要这一套拿出来，就是想让辅助跟打野去练。上路想要动海豹，海豹的位置走的已经有点靠后了。一个羊，但是这个羊被悠悠精准的预判到，以交闪现的位置被奥恩给撞起来，野区里面还限制了一下张萌。那这样的话，红 buff 可能也要凿啊。格温已经来了，悠悠卡住这个口子，哇，这奥恩太有安全感了。然后 KPG 在联动上来说，其实他们还是很默契的。
而且他们不省技能，对，他们会给到对面足够的尊重。我觉得这也是职业比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你在排位的时候，大家很多都会觉得，哎，这波能杀或者这波能赚，我就选择省个大或者省个闪。但职业比赛里面实打实的就是你把这个技能交完之后，稳定确保击杀才是最重要的。对，稳定拿到优势。那现在对位经济有一个微微的领先，因为有2个人头。KPG 的上野的优势还是很大的。但主要是格温的发育不是特别好。但是格温这英雄能拖，对吧？他是自己这套阵容里面后期成长曲线比较高的，就后期其实得靠格温来 C。但我觉得对于 KPG 他一直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我们看一下这里，压一下野区，小小的交火，悠悠第一时间的3技能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反应，但反手叫了个羊撞起2只，能跟吗？小马3技能上去想打点输出，但是输出完全不够啊！这蓝 buff 最后大唐也没有逞下来，但旁边的蒙七已经先把鳄鱼的大招给打出来了。坏了，这波要出问题。选择把自己的石像鬼开出来，但是被葵桑提带了进去，但带的位置稍微有点深，这波反而救了悠悠。哇，这一波拉扯来拉扯去。最终没有产生任何人头的击杀，讲真，那个位置 KPG 是不应该再往进追的。你看大唐那个位置，他只想打那个蓝 buff。对，但我只能说这波蒙七好人啊！对，这波蒙七把人带出去之后，反而带到了 KPG 所有人的怀抱里。这本来如果不带进去的话，感觉队友根伤害应该杀了。因为我感觉第一时间的决策，其实再往深追，就本来 KPG 就已经有些失误了啊。但是反观后续，蒙七也做了一些好人。是的，然后这波 KPG 本来最亏的地方是，他们是以入蓝为主要目的的，然后大唐拼惩没拼过，这蓝 buff 其实是被 SS1 给拿到了。上路找季梦吗？大唐就在后面，第一时间先开了自己2技能啊，而且有残翼的大招伤害是很高的，就大招稍微圆队友也在，那这个位置走不了了，苏米友。被拿下了之后。张萌一脚踹起了3个，但是狂风上来的鳄鱼一刀暴击，直接把盲僧给咬死。还想追开心海豹，大唐也来了，走不了了。哇，这个鳄鱼太恐怖了。那这一波打下来，在人头上又有一些入账。这样刚好可以等到大龙刷新的时候 ，KPG 可以瞬间提速。对面打野在不在的情况下，这条龙还很脆，胸针一个人想卡位置。大唐的身上的大招马上就转好了，旁边蒙奇选择第一时间先带鳄鱼，但鳄鱼有2段穿直接下来，季梦在旁边单杀要单杀吗？差最后一点，葵桑提减速挂了一下，反手只撬回来一个悠悠，但是蒙奇这个位置又有点深入了，大唐大招已经转好了 ，KPG 在拿完大龙之后，顺便带走了一只葵桑提。是的，因为第一时间他们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定要把大龙 run 到底。因为对面的打野是不在的，不能等他们对面打野复活。而大唐在击杀了葵桑提之后，没有选择回家，把这波优势迅速的扩大，直接去把第2条小龙也控下来。这样没有太大的问题，帮助自己家减轻一下龙魂的压力。下路的伊塔已经被拿了大龙 buff 的鳄鱼给带掉。感觉胸针跟就是之前比赛里面，我觉得进步还是很明显。但中路要叫羊了 ，SMY 第一头已经撞进去了，旁边的羊配合上大唐的大招，是直接把希维尔给锁在了原地。与此同时的话，这个中路的防御塔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有一个炮车兵。旁边的野区逮到了一只张萌，张萌什么情况？2个人这个打野追了大半个野区，这是干嘛呢？追我赶。这是干啥呢？2人散步。双人游，这一路追赶这么追吗？追不上啊，这位还得等个大，有队友能救一下吗？喂，队友呢？守家勿念。那张萌说好吧，哇，这样吧，还交了个闪，哇，这亏损最大化啊，来大了。这一路追赶下来，就在等这个大招。行，你们俩有点好磕了。确实，就是全图的，对，这全图追随，4个野区逛了三个。下路已经把这个塔给推掉了，蒙奇第一时间交了大招，但是带回来的也没有很大的效果。这一波推塔掉了3座高地塔又来叫个羊，这羊被对面的控制抵消掉，但是撬回来了一个，悠悠第一时间很危险，好在自己身上有双生花，哇，这个装备太硬了，这样 SS1 倾尽所有人的力量都没有办法造成一个击杀吗？闪现过来2技能还只是一个普通的2技能，没有选择把
小马定在原地，反而是魁桑提第一时间已经倒了，大唐闪现了一个锁，把海豹锁在原地。EZ 配合上大唐的输出，已经把对面的前排击杀，最后只剩下2个守家的芒森和希威尔，有点抵挡不住 KPG 的攻势了。这一局要结束了，可以直接点加。胸针在塔下直接，哇，这要强换吗？有点不讲道理啊。结束了最后这个自己罪恶的一生吧。12比1，我们要恭喜 KPG， 第一场比赛还是很轻松的就拿下了。是的，我觉得第一场比赛不止轻松吧，因为双方其实有什么芒森和魏的对位什么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些感觉比较鲜活的场面。能说玩的还是比较开心的。对，然后开心，然后我们毕竟有个选手叫开心海豹。对，开心海豹这把开心不？感觉一般般。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前期其实还好，双方在对位对线上，然后主要点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左边可能他找机会能力会更强一些。这把还是大唐的野区太顺了。我感觉大唐这把是节奏一波接一波的。你反观芒森，其实这把我们在赛前一直提到的，你这1、2楼选下来的芒森加瑞斯，应该在前期有一个2v2的战力的时候，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一整把比赛结束了都没有看到这2个人联动起来过一波。对，我还是觉得就是对于 SSONE 来说，他们可能太仰仗于 SMY 的这个第一手去开团了，所以你在下路可能没有优势的时候，这个9桶没动起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找到特别好在前期能够发起进攻的这种轮次。那也确实，我觉得现在非常明确的就是 KPG 他的野辅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或者说打野和下路双人组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有点就是打野撑起了这个家的感觉。是的，这把大唐 QU 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再加上我觉得胸针其实这把的对线也对得很不错，对吧？因为我们其实上一把也看到了这个鳄鱼打魁桑提，你可以看到就是鳄鱼打到魁桑提，如果你前面对线没有处理好的话，来到中期的时候很容易鳄鱼就成一个超级兵。但是这把鳄鱼是属于前面拿到了优势的同时，也配合上自己的队友把魁桑提的这个防守给突破掉，然后中期可以靠着鳄鱼一个单点去限制到对面的 C 位。我是觉得这把其实 KPG 就是5个人都在发力，也给我们诠释了这一个赛季为什么 KPG 给我们表现的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原因。对，因为其实鳄鱼这个英雄我们在BP 的时候优先级是比较高的，但在比赛里面其实能看到的非常好的画面，其实就像这样比赛这场比赛这样，因为有些情况下鳄鱼其实选出来了之后没有打出该有的优势，反而在后期会让我们觉得他非常的乏力。这个点我觉得至少胸针现在的发挥是比较好的。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这个鳄鱼对到魁桑提的对线，其实都是有一些自己的理解的。你像上一把的话，对吧 ？Max Power 他会选择自己这个第一件做到黑切，因为你要单对到魁桑提的时候，如果你第一件不是黑切的话，实际上你是很难打动他的。对。但是这个版本更多的话，鳄鱼是会选择第一件直接做破败，然后去确保自己前期这个打线的能力。但同样它带来的弊端就是太脆了，很容易被抓。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把胸针其实是走了一个比较双刃剑的一个出装，就是你在对到魁桑提的时候走破败，对吧？当然，我觉得这把队友也是很好的，能够帮助他去建立了优势。对，我觉得他们就是 KPG 的风格，其实现在比较明确，就是打野位置的整体的联动能力和他的发育。是的。这个其实是他们就现在，因为我觉得包括上路胸针现在的成长也比较足嘛。但我觉得针对 SSONE 的话，我觉得它肯定是比我们赛季初期能给我们带来的画面会更多，比我们本身的期待超出了我们本身的期待的。SSONE 还是有选手在这个比赛里面有一些很亮眼的高光表现的，对吧？比如说海豹，然后包括说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张萌在玩到野河的时候，其实这个手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我是觉得就是阵容的选择始终是他们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你的阵容选下来之后该怎么样去把它很好的用起来。对，就像上一把我们一直在说到这个中野，其实你也没有做到前期很好的一个画面出现。我是觉得 SSONE 确实在每一次阵容选完之后啊，得考虑一下这个阵容该怎么打。这把的输出上面来说，小马也是冠绝全场28164，对吧？这把 EZ 属于下路的对线一直优势到中期，就是 EZ 这个英雄，其实大家很容易在中期的时候就忽略掉他。这个英雄存在感、输出是很高的，但是可能往往镜头都是会给到队友身上，因为 EZ 都是属于那种默默无闻在后面打输出的人。是我其实想通了，为什么 SSONE 看起来他有些时候阵容很难发挥出来因为其实这个队伍里面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主指挥因为你比如 KPG， 我们之前可能知道 KPG， 比如他的大家觉得可能安仁9是指挥，但其实他这个团队里面悠悠和
大唐，就是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 FMVP 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KDA 是7-0-4，包括它的伤害转化率105%、92%参当率非常的高。就是它的野辅，其实 KPG 的野辅是都在指挥的。就是 SS1 可能现在这个队里面还没有一个能够去承担最大指挥的那个人。对，因为我印象里苏密友他其实是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副指挥，就是他的主指挥可能还没有那么熟练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对，因为他团队有2个新人，而我们看到的 Yuri 以及包括上路的蒙七，其实他们都是不承担指挥的。对，上路跟 AD 这俩位置就一般都不太指挥。对，对吧？因为这俩位置指挥实在是太有点影响自己操作了。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他们目前为什么我们会在有一些时候看到他们的运营相对比较弱，或者自己本身阵容的强度没有打出来的原因。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一般辅助玩指挥的时候，或者是你打野玩指挥的时候，你都要跟另外一个位置去多配合。是，就是你比如说像 SMY 他做指挥的时候，他就要跟自己的打野在这个配合上面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吧，对吧？才能把这个比赛很好的串联起来。是的。当然，现在来到了一个新队伍之后啊，2个人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期。最后的这个一波团战上面，开心海豹传过来之后，也是很难有机会去打出击杀了，因为第一时间想去强行击杀小马，但是很可惜没有把自己的3技能先手挂到，所以没办法把 EZ 挂到原地之后的话，也就基本上没有击杀的可能性。那当然，第1局结束之后，我觉得来到第2场，然后还是有机会，因为 SS1 其实，目前就像你说的，他其实在很多比赛里面都有机会再赢一把。对，SS1 个人选手的操作，我觉得都是在线的。还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你很多时候野辅没联动起来，或者就是你可能选到了中野能够去打的这种组合的时候，也没有在前期呈现一个很好的画面。那我们也得到消息 ，SS1 下把选择到了蓝色方啊。也要看一下来到蓝色方之后，这个1楼能不能拿得舒服一点了？因为上一把这个自己的班位上面好像出现一点小失误，然后把这个位给放出来，让大唐很轻松的拿到了。自己又选了一个盲僧，这盲僧前面1打1的时候，都不说1打1吧，我觉得张萌在上一把这个刷野的思路上面感觉有点问题。对，就他是选择了。应该是蓝 buff 开完了之后，3组吃完去上面打了一个 F4之后直接下河道了，因为他怕位是从红半区刷到上面来，这个时候因为刷野比你快一点，所以他会已经先到这个河蟹那边去落位了，所以他想争取这个上河蟹的这个争夺权，所以就导致红 buff 没吃，然后后面就导致大唐根本不是这样的，就大唐是选择6组直接吃完之后，下面河蟹吃完很舒服回家去刷第2轮。对，而且我觉得对面的刷野路线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大家很容易得知的信息。对，因为大家都会选择1级的时候有人也去做一个视野。对，所以我是觉得上把确实 SS1 可能在这个野区第1轮部署上面啊出了点问题。对，我们没有太仔细的去看这个1级有没有人去防这个，就看这个开野的一眼，但是能够感觉到就是张萌这里应该是完全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环。就是 SS1 这里如果不知道对面开野的动向的话，你很容易在打野第1波刷野的节奏上面就已经落后对面很多了。是的，那我主要是来到第2场的话，因为盲僧和魏2个英雄都烧掉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要看一下这一局打野位置的选择吧，因为其实双方打野其实优先级都蛮高的。对的，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比赛其实也非常吃打野的节奏。之前张萌我印象很深刻，还玩了把永恩，就是英雄排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玩，对吧？但这英雄最大的毛病就是刷野现在实在太慢了。对，你就刷到后面有个1、2件装备之后，才算一个正常速度，然后3件、4件开始才是快，对吧？那个时候清野、反野，包括你这个拿大招、打输出的能力都很快，但是你前面实在是很难度过。你要遇到一个什么雪人这种英雄，你可能前面野怪都吃不满。是的，而且主要现在野区刷野速率快的英雄太多了，然后所以我感觉很难有一个永恩可以发挥的空间。是的，那容错率也比较低，前期又很弱。前期主要这个打架是基本上没什么任何的看点，就这英雄前面所有能提供的高光场景啊，我觉得就只有一个大招能大到很多人，对吧？除此之外，你好像前面很难有永面。看一下双方班位，右边是一个常规的时光班位，左边是朗姆。
泰坦 SS1 这里还是非常针对到 KBG 的这种锁头体系啊。然后包括其实悠悠的泰坦也比较招牌，熟练度太高了。就这个辅助选手，他对于一些抓机会能力比较强的英雄的熟练度都会比较高。而且不可忽略的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泰坦在红色方的时候，他如果下路拿到了对线优势，可以直接进你的石头人，把那一组给反掉。这个英雄是他的前期数值所带来的特性啊。这个 KBG 波比是不可能放出来了啊。十足的尊重。这把卢锡安还在外面，得看一下有没有人会去选择暗掉。主要是看 KBG 暗吧。因为确实 Yuri 的卢锡安是很招牌的一个英雄。对，他擅长的就是这些常规 AD， 而且发育起来是很夸张的。对。现在其实排位里面卢锡安的出场次数还比较多。而且。排位里面，大家更倾向于去给卢锡安搭一个软辅，比如说是卢米，然后或者是卢娜。但是比赛里面啊，包括是 SMY 这名选手，更多的是去倾向于玩硬辅。我觉得是这样，就比赛里面大部分情况下，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硬辅的优先级会更高一些。他在比赛里面的画面会比较足，但软辅也有登场的机会。比如说 TT 的青山选手啊，这个软辅就是自己非常自信的一列英雄。是，然后包括我看这个版本，其实萨拉芬妮也有一些增强嘛，我觉得还挺期待的，看看这周或者这个版本下周有没有机会让萨拉芬妮在辅助位上走一走。是的，萨拉芬妮其实他在之前几个版本的时候，比赛里面是有登场的，而且搭配的阵容还挺多见的，就是。比如说像排位里面大家遇到的寒冰和萨勒芬妮，这是比较招牌的经典的组合。最早的时候是有那个酸辣粉走下，对吧？那个时候这下路两个人确实很厉害，双擎。对，就是双奶，然后一顿回复啊，一顿回复，这上中野只要挨个选战士就行了。对，然后下路两个人还能补点 AP。而且经常你能看到4、5个人抱团在一起，或者3个人抱团在一起的画面。对，过来就直接控死。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打野的武器是最厉害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因为武器打野的速度还是比较高的，就那个时候他的被动还能靠野怪来叠。我们也是得到消息啊，由于 SS1 的开心海豹选手未选择到需要的英雄，并在对手的英雄锁定之前向裁判进行了报备并说明。那我们最后得到的消息也是，经裁判组的判定，重开 BP 维持开心海豹选手之前已经完成的 BP 结果。同时，开心海豹选手将直接锁定刚刚提出的英雄，后续 BP 正常进行。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因为来到第2局了，有些英雄烧掉了，然后所以包括在班位上，这个班位上面确实要考虑一下哦。卢锡安。下路现在应该是卢锡安的这个梯度最高了，因为上一把 EZ 用了。是。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英雄，因为上把其实放出来的英雄少了一个班位，放出来英雄挺多的，对吧？魏也放出来了，芒森也放出来了，然后瑞兹也选过了，鳄鱼也选过了。其实这一把现在看下来的话，就是卢锡安的优先级，包括雪人的优先级都会很高啊。雪人这把是直接上了班位，而红色。最后一手是给到了卡米尔。那其实后2手的班位 KBG 还是维持原判嘛，跟他在蓝色方是一样的。斯卡纳有机会选吗？这个英雄其实现在在排位里面，大家玩上路跟玩辅助的都很多，但是打野还相对来说胜率低很多。就这个英雄是可能手游历年以来在新英雄上来的。那一段时间里面胜率最低的英雄了，就刷新奇低了。我记得好像最低的时候突破了40%以下，是，确实不太好用，在排位里面的这种，可能跟其他英雄比起来，这种能 C 的程度。大唐说豆豆你啊，豆豆你玩的，选了个豹女加飞机。问题不大，先保一手打野嘛，因为大唐的发育是不是舒服，影响了整局比赛。对，大唐的节奏很重要。而且豹女这个英雄，你一旦让她节奏滚起来的话。就有点夸张，防不太住嘛。
而且豹女这英雄，她只要拿到优势之后，反野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刀妹来了，开心海豹的绝活英雄啊，这是两边选手都非常擅长的英雄，但是开心海豹选择了直接先拿。就是相当于自己选择了想要的英雄，还能以选代班。之前大家在面对到 SS1 的时候，其实都会把女刀这个英雄放在前3楼的班位上面，给到开心海豹的尊重。但是现在慢慢的比赛进程过半啊，大家选择把这个英雄放出来，给海豹多去玩玩试试看能不能打。言去。但我感觉，无论是对于 KPG 还是对于 SS1 来说，我觉得这英雄还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对，就这个英雄，他前面我觉得带来的这种能够辐射队友的能力，可能还是太弱了。就这英雄还是刷起来才厉害。阿卡丽也可以啊，我甚至觉得 SS1 这边要抢什么刀妹啊，我觉得阿卡丽的优先级应该比刀妹高的。就是阿卡丽在边线跟这个刀妹1打1的时候，实际上阿卡丽是不虚的。阿卡丽这英雄，我大不了我就跑路，对吧？他的自身的保命手段还是比女刀来的强太多了。而女刀这英雄就是，如果我要拼，只能一波拼到底。对，没有什么撤退的理由啊。后面的班位上面是给到了卡尔玛以及炼金。对，因为炼金这个英雄，其实悠悠在辅助位置上还是有一些出场的，而且熟练度也不错。再加上这个版本，其实炼金稍微有一点这个提升。红色方的最后一手班位是给到了 SMY 的瑞尔，把你相当于跟卢锡安现在能搭配的，首先卡尔玛给你搬掉，其次是搬一手开团。但现在的硬辅上面来说，如果好搭配卢锡安的话，就是布隆。红色方再选一手巴德。但如果说 SS1 选布隆的话，这个阵容就会有点没有开团，那还是得给 SMY 去找一个能开团的英雄。莫甘娜的话能防一下巴德的控制，但是我感觉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就这个莫甘娜选出来的话，其实也是属于摇奖。而且你选了莫甘娜的话，你这阵容要补前排啊，没什么前排了呀。这上路只能来个大坦，怎么说？来个塞恩。可以啊，或者说蒙奇直接来个狗熊，对我觉得可以塞恩啊，对狗熊也不错。熟练度高的话就是狗熊嘛，蒙奇特别爱玩这英雄。那你要说实在来个大坦就是塞恩，那 KPG 可以来个狗熊，哎，还真是，两边这上路互刷呗。剑魔，剑魔这英雄打塞恩是挺爽的，但是有发育压力的。因为剑魔这英雄打塞恩的话，你前面到中期肯定都是很舒服的，但是你必须得在中期打团的时候发挥自己的打团优势，对，不然真的要是给塞恩拖到大后期的话，你可能还打塞恩打得动，但队友打不动他了。对，就这英雄你这一半比赛往前中期啊，你得发挥出一些作用了。但我印象里，就是好像 KPG 有一场比赛，就是胸针拿那个剑魔，好像落后了1万经济吧，大概还是8000到1万经济，然后那个剑魔给他劈回来了。对，那个中路的时候，对面给了波机会，然后胸针直接开大2段种上去，把对面 C 位给秒了。对我好像有印象，我忘了是对阵哪个队伍，好像微博吧。反正就是我是觉得胸针这名选手，他对这些比较偏有操作进攻型的这种上路，其实熟练度还比较高的。重装战士嘛，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胸针比较招牌的角色定位。是的，而且一般上路的话，其实胸针在冥想。一般上路选手的话，就是对于战士英雄的操刀就非常的要求非常高。对，也可以看一下，等会胸针这会不会是我心里想的那个皮肤上来哦？看一眼。如果你现在开始冥想的话，那等会儿有机会可能是那个皮肤。那个皮肤确实手感很好啊。这把的对线对于两队来说也是尤为的重要。在上一把经历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正常的对局，对于 SS1 来说，对吧？但是这一把的话，他们确实是改变了整体的打法思路。是。这把
胸针选择的皮肤还是比较招牌的，这个老经典的霸天剑魔啊。这一局我觉得双方其实5-5开的。蒙奇也选择了我们这个新皮肤。我感觉从阵容上来说，至少我觉得他们是5-5开的，都有的打。对。上路确实会有点难受，这上路塞恩打剑魔还不了手。对，但我觉得第一波资源团的话，可能 KPG 会稍微厉害一点。哦，这里我看到了，这1级海豹过来做的视野，豹女直接回去换了扫出来，把你的视野给清掉了，而且他很清楚你会坐在这里哦。下路先交了治疗，两边都拉一下，但是悠悠手里还多一手治疗 ，KPG 现在的血量和状态是更占优的。是的，上来第一波换血，双方都很激进。而且悠悠巴德1级是选择学的2技能，这样小马在前面的血量优势会特别大。是的。就巴德1级没学1技能，然后上来跟对面换了个差不多的血，那 KPG 就是血断了。把 SNY 这里打出了治疗之后，还把他打回家了。对，现在卢锡安自己一个人在塔下，等一下队友，而果子也吃了，那就是下路优势很大。哦，很细的走位啊，把这个比如伤给拉掉。双方这个刀妹都是绝活呀，这个操作非常的细致。就玩刀妹的肯定懂刀妹，就知道你现在要干嘛。两边都来帮忙争夺这个下河蟹，现在是一个3打4在正面。季梦在清完线之后有选择靠过来，孙武标中了张萌，第一时间先开了霞阵拉扯一下位置，这样把 SS1 的人给赶走。但反手 SMY 这里，哇，大唐直接闪现过来，把对面的一血给拿到，但是大唐反手也是被开心海豹给收掉。而 Yuri 是收获了这个双 buff， 但同时大唐在临死之前也是靠着自己的伤害再拿了一个双杀。自己阵亡了一次，但拿到了2个击杀。我觉得能接受，两边其实都能接受。那下路 Yuri 就会过得很舒服，自己这里拿了个双 buff。哦，对，那小马这边说，哎，怎么打了半天？我亏了。对。而且他最局外人那个，我连个助攻都没有，对吧？小马这里是啥事儿也没干到。过来，前面打了一些伤害。打了一些伤害，把人给赶走。季梦的留人留得非常好啊。是。第一时间把 SY 打了一个非常低的血量，点燃也挂到了。就这个血量，大唐看见包来的。但好在我觉得那个位置他又收了一个，否则还是有点伤。对。KPG 直接选择换线。那同一时间 ，SS1 这边也是把双人路摇到了中路。但大唐这边的野区侵略性就很足啊！巴德再给个金。这魔爪哇脚都翘起来了，在旁边没人打。现在蒙奇把这个魔爪哇的位置给卡住，张萌也是靠着惩戒给拿了下来。帮一下自己家上路的野区。这2 buff 大唐又来了，又来了。但是小马是过不来的，第一时间哇，这也是巴德哇，而且悠悠的走位还很细啊，反手靠着走位去扭掉了对面的岩突，再靠一个走位又躲掉了 SMY 的1技能，悠悠还能走。换了，蒙奇要遭中了吗？快走！交了闪现，赶紧溜！但是旁边胸针的位置也是被莫甘娜给定住了，所以也没有追击。双方在上半野区就搞事情就是也折腾了很久啊。孙武再断一下海豹的回城，这把光从中单2个英雄的1打1上面来说啊，目前季梦的这个表现看起来是作用更大一些的。可能开局前是这样沟通的，就是在野区一定要给到十足的压力，因为毕竟拿到了一个豹女。但是塞恩实在真拿着剑魔没办法，剑魔太爽了。把线推进来之后，直接在你眼皮子底下敲了2层爆破，那敲完了塔皮之后还把线断了再回家，太爽了，这回来还不亏兵。你看现在1打1给大，把霞阵给交出来。两边1打1，但是没有兵线了。对于女刀来说，孙武也标中了。哎呦，这侧翼队友都来了，有想法吗？果子再回来，季梦这里玩了一波状态上的小操作，但是因为看到对面的打野也在，所以没有深追。开心海豹和季梦这2个英雄对位上的这个操作还是……但大唐已经来劲了，哇！再靠着走位把 SY 的大招给扭开。
远处的金清到了 Yuri 上有双招的，双招全部交出来，但是很可惜旁边没有给到太多的致命伤。我看懂了，这个悠悠就是一边保小马一边保大唐。假一保下，但实则是打中。但自己也被受惩罚了，闪现给捏出来了。但主要 SS1 这3个人的血量也不足啊，没有兵线了，我感觉。这样来吗？小马再追了吧？哇，小马一个人还要再往前点，还要点，要跟你爆了。自己身上捏了个屏障，规避了一下这下防御塔的伤害。哇，这交闪追击，主要看到对面2个人都没蓝了。对。流淌着火焰。上路现在已经开始流淌着火焰了。但显然就是豹女和飞机的优势现在是打出来了挺多的。对。至少飞机不会像最开始那一波，觉得回去有可能会难受。他现在身上也是有头的。看一下上波的 replay 啊，这马哥什么情况？队友被抬了，啊，兵线被清了，根本不慌，走过来哦，这旁边是因为豹女中了一镖。小马的嗅觉啊非常敏锐，这小马直接骑脸上来了。旁边2边 AD 1打1，但小马有点打不过，交了自己的位移，赶紧往后走。但是后面全部都是巴德的果实，所以血量能够抬回来。第一时间塞恩有点难到正面，所以剑魔已经卡住了这个口子。不过塞恩在上面已经把线给推过去了，所以剑魔要多接一波线。是的，本来位置是先由 KPG 这边站出来，但是由于兵线的拉扯，现在这个先锋也被拉脱了。但 SS1 依旧没有站位啊。如果在兵线慢慢拉脱的情况下，其实 SS1 这里可以靠着岩雀的这个沿突啊，多去做点尝试，包括 SY 的一技能抽奖。远处的一个金身是直接先盯到了对面的辅助，先锋已经先被豹女给拿下来了。那这样的话 ，KPG 直接选择要溜就行。对，要走。旁边想强行留一个，胸针被打出了闪现。海豹第一时间也是把大招用过了，所以没有办法留住人。这个飞机打得好激进，哦，这飞机一个人在盯着对面2、3个人冲。而且他身上现在，毕竟哇闪现还马上撞好。对，马上站好，就没闪都玩得这么激进。大招先给一下，留了一手，旁边再给一个一技能，小游小兵穿一下，但是无奈对面人实在是太多了，1打1有机会打赢，但是3个人的话是真的难敌6手啊。无处不在的野辅，我只能这样说。尤其这个辅助巴德，你在哪一波里面都能看见他的身影。我觉得原地毒大招，哇，很细，闪现过来，没有让你摸到我，杀了。那这样的话有机会，但是张龙封进去了，封进去之后，塞恩在旁边卡住了口子，龙已经先被豹女给拿下，龙被这个岩雀拿下来，抱歉。对，但中路这边因为先锋推了一头，所以中塔是没了。是的。包括与此同时，胸针把上路的外塔也推掉了。刚那个播报条一出来，我还以为又让豹女拿一个龙。对，第一时间豹女的头像就显示在了画面中。这个豹女的作用真的是挺忙。豹女现在对位已经领先2200了呀。对，下路在这边在争小龙呢，然后其实中路那边先锋还在帮他干活。但是小马现在这优势其实已经看得很明显了，这小马是不管在哪条路都是压着对面冲。然后剑魔又是一个非常爽的发育，这把其实现在这个阵容对于 SS1 来说已经很难了。对，而且我觉得前期这些优势的建立，主要点就是在于，我觉得巴德他保飞机和保豹女去发育的这2波做的真挺好。又来了这个金身，我惊到 SMY。现在其实对于 KPG 来说，如果想要发起进攻的话，就是往下半区走，因为现在下路的塔还没掉。其实光靠一个塞恩很难守住这个塔，只要把中路兵线给运过去的话，你可以给下路施压的同时，把这个下半区的野区全部都清掉。是的，塞恩在远边线去带线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对于 SS1 来说是有一些机会的，就是他现在刀妹的对位经济其实是有一些领先的，而且越往后走的话，其实刀妹越有机会。这把刀妹其实是有操作空间的，因为右边的阵容其实前排并不是那么扎实，对吧？他没有像塞恩这种非常稳定的大前排。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刀妹这个点一直在被 KPG 防啊！你看上路刚刚想跟那个季梦做1打1的时候，哇，这车好吓人！哎，这个车推过来没有顺便给悠悠打一下，自己也犹豫了。悠悠有点灵活，悠悠在旁边卡了一下。我感觉萌七到那儿的时候，
碰到一个，算走。野生的司机。嗯。这感觉属于那种喝大了，你突然在我家后门出来了。上路朔极之矛做出来了，胸针这个装备做出来之后，打蒙七会更加的爽。是的，现在蒙七对位就很难受了。玩不了，只能发育。反正1打1是肯定也想打赢的。哇，但是大唐这一镖已经很痛了。小马在每一次看到豹女出镖中人的那一瞬间，就直接交出位移往上冲。是。但下路要来动了，虽然你是个塞恩，但是我4个人全部都来，那你该怎么办？现在蒙七在这个位置想看有没有机会把兵线，但是没机会。对，想把兵线往外顶一顶，队友就在后面了。这波先把野区人给赶走，但是野区里面豹女被逮到了，大唐想赚的更多，反你野的时候直接被 SS1 赶来支援的人给逮捕。是的，是的，就是相当于蒙七在喊队友们快来快来救我，然后队友们一来说，哎，这里有野区有一个更诱人的。是的，蒙七开车过来。反推你下塔，第一时间进3个，但是塞恩顶在前面，其实看一下能不能威胁到后排了。张萌第一时间被点了一套，但因为是岩雀，所以不怕对面有这种能够过来突进你的技能。而且左边现在兵线没有了，所以要组织第2波进攻，先把兵线清一下。主要现在还在1打1，主要双方现在也不能太激进再去打了，因为上路大龙也刷新了。对，现在就很容易，你一波没打好，直接大龙没了。而大龙又是关乎着两边这把比赛最重要的一个走向。中上2路外塔不在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大龙 SS1 还是劣势挺大的。看大唐刚上一波怎么被逮捕的？哦，想点子了。那个位置被控到了。对，这是被 SMY 的一个1闪给定到了。哎，上路胸针这里想抓，哇，1打2。又开始了，靠着自己的位移先往后拉，第一时间的血量是抬回来了，但是果子没有办法吃，这样1塔是被 SS1 直接给拿下来了。对，这个外塔放了，放下来之后，这个龙对于 KPG 来说可以很迅速的控到。现在季梦在下路置换了一个外塔，那悠悠这个位置交闪还是被控住了，有金身，但是这个金身之后，毕竟这个悠悠应该也很肉啊。而且第一时间蒙七这个位置被追击，有点不好走。那卢锡安的伤害还是有点捉襟见肘啊，但是大唐的伤害实在太高了，豹女一口咬死了卢锡安，卢锡安甚至连屏障都没开出来，再是一个扑倒，豹女双杀，旁边的队友也被处理掉 ，KPG 也可以靠这波节奏迅速的拿大龙。这就是我们说的豹女在前期你不能让给她节奏养起来，她现在这玩意儿处理不了了。封个大招有机会吗？但是这个视野有点做不过来啊，用3技能去探探视野。哇，开心海豹想进去，直接给大招了，但自己的1技能是刚刚已经使用过了，所以这一波没有办法操作起来，把张萌来到了一个很拖后的位置。KPG 第一时间不选择打龙了，要过来去防一下张萌，有一个 TP 也落过来，但是抬了一下剑魔，剑魔完全不虚。张萌一滴血能走吗？大唐就在后面追，但蒙七想要来保护队友，完全保护不到啊！1技能也没给到，蒙七在旁边黏住了大唐，队友过来补伤害，翘起来，终于把大唐的人头给拿掉。大唐这一波还是激进了呀，觉得自己伤害量很足，打完了之后想去收割一下，但毕竟1打多还是有压力的。那可能确实玩太爽了，对位经济领先了3000块。这确实太爽了，这把爽飞了。暴力上拉满也还好吧，就这一波死了，等于回去提款了。回去补补装备呗。对。下路塔也可以被季梦迅速给推掉。那这样在拿到大龙 buff 的优势的情况下，2塔基本上没有问题。上路的兵线来了之后，2塔也可以推掉。SS1就是接近1万的经济插龙。对。SS1 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清线的能力，你发现没？就现在他们这种清线只能靠张萌这个岩雀。对。因为卢锡安现在就是那个大，也就是洗线，因为这个兵线太肉了。但是这波大招如果用成这样消耗悠悠的话，那下波线可能会有点难顶。优瑞4-1的优瑞还想找找机会。但卢锡安这个英雄
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身板又脆，然后伤害量也没有，感觉卢锡安还差点装备，现在卢锡安应该得来到4件套，伤害才会高一点。嗯。看上波的这个拉扯哦，其实卢锡安在旁边已经手都刮麻了，是吃了一镖，直接就下班了，直接回泉水了，根本没办法。1万的经济差啊，这个兵线还能再守一波。然后这把对于 SS1 来说，就是 Yuri 的生存空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右边能秒他的人实在太多了，你很容易可能靠着这个豹女一镖，或者阿卡丽一个损武，甚至可能飞机的一套技能，你就会融化。是的，因为卢锡安哎，又来了，一技能闪现过来，想找大唐，大唐这里强行想要被链住，有点难吧？哎，这波有机会，先把飞机击杀了，但侧翼的胸针伤害也很足。剑魔一个人要单切了，2刀劈过来，卢锡安倒了。卢锡安倒完之后，现在大唐也是如入无人之境啊，只剩下一个前排的蒙七，蒙七咋办？蒙七在反方向逃跑。现在胸针已经在塔前等着了，这只能再听一遍反方向的钟了。只要推塔，就可以拿下这把比赛的胜利。KPG 这把又是1万多的经济啊，15比6的一个人头比，我们可以恭喜 KPG 2比0拿下了 SS1。是的，我觉得这一局就是豹女的爽局。这把豹女确实玩得很爽，我感觉今天大唐2把比赛下来都玩得特别的过瘾啊。对，因为我感觉其实对于 KPG 来说，这支团队他打野位置是不是能发挥出来，就确实是决定了整个队伍的成败。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打野位置能发挥出来，跟悠悠的这个辅助的位置真的是密不可分的。我觉得就是简单点说，今天这一场 BO3的话，两边的野辅其实差距真的有点大。对，因为 KPG 这里基本上2把比赛下来，野辅都是完美的联动，然后也发挥到了自己该做的任何的事情，包括配合上面也好，或者说是帮助队友也好，都已经做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反观 SS1 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最后一波团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因为 SMY 他在找到的机会想要一闪上去开团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可能SS1 这里他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主指挥，所以 SMY 他在每一次上去的时候，其实队友是跟不上的。对，因为苏米友他其实也想找很多机会嘛。但是包括就是他怎么帮助自己家队友去扭转战局，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野辅的配合还是有一些问题。其实也不是说野辅，就是我觉得可能双人路的配合，我觉得都要花一些时间调整。对，就是虽然选手是老选手，但是感觉大家来到了这个队伍里面，现在的化学反应没有那么的融洽。对，就他们还是需要时间去多沉淀沉淀，包括说你带了几个新人，这些新人跟你的这些磨合也是需要时间的。当然我觉得其实。反观我们赛前就是在 BP 比较期待的阿卡丽和刀妹的那个对线，反而其实没有决定了太多，就是我们比赛的走向。我感觉他们2个人其实，在整场比赛的声音都不是特别大，反正就是靠其他的位置。一方面是来到边线之后，阿卡丽就季梦这里他很清楚，如果对面想找机会的话，肯定是从刀妹这条线去找机会，所以他在每一次跟对面的交手过程中都是比较谨慎的，对，没有给出任何的打到底的这种趋向。而对于开心海豹来说，他也知道自己的责任很大，对吧？这一把比赛都是得围绕着他来玩，所以他的这条路玩的越是激进的时候，对面来的人越多，他其实就没有很多能够发挥出来的空间。是，当然我觉得非常恭喜 KPG， 因为他们又多拿了1分嘛。目前的战绩是来到了一个4-5的战绩啊，而且这一场2比0拿下来的话，现在的净胜分也是来到了正1分，因为这把比赛打之前的话是一个负1分。其实他们离上应该是他们上一个队伍现在排 RV 还是 W， 他们现在排在上面的一个队伍应该是 WBG 是刚刚打完那场输完的时候是4-4，然后现在的净胜分是0分，所以这一场也就意味着目前 KPG 跟他们的差距再次缩小了。是的，就他们现在是多一个败场，但是毕竟 WBG 打的场数还要少一点，所以后面也不知道。而且我觉得来到第2轮的话，大家都有机会再去调整一下，就第1轮比赛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也不得不说，其实因为第1轮已经打完了，其实大部分大家的强弱还是
还是能区分出来的。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赛季属于强的特别强，对吧？你像 FP 这种拦也拦不住，没人能拦得住。对，这个排在第2名的 TT 2场都输给他了，而且都被零封。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就是我们整个联赛里面的趋势是，中间的队伍其实大家的水平是相差不多的，而且互相有输有赢，而且大家这个目前的积分是真的看起来非常非常接近，所以到底最后谁能够进季后赛还真的不好说。尤其是我觉得 WBG 和 RV 就这2支团队感觉有点不相上下啊。然后 RV 是一支看起来好像很强的队伍，然后但是打比赛中就是又总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就是你想不到的画面出现，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RV 这个队伍从他一开始建这个银河战舰的班底的初期开始，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就很高，然后再到后面，其实你会发现他好像每次都是属于那个打到季后赛最后几波的时候又差一点，对，就他好像看起来很强，但实际上好像又没有那么的强，是，但是最后。他又能进那个决赛，你就说他到底强不强？这也不好说，对吧？我们还是话说回来，这场比赛还是恭喜2-0的 KBG 啊，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大唐在输出位置上和小马2个人狂砍，加起来5万多。确实，这个2个人的伤害拉满，当然紧随其后的也是胸针2万。对，胸针这把是属于抽爽了。这上路一直在打塞恩。对，但你别看巴德看起来这个输出位置怎么样，但确实赛场里面的作用还是非常大。这把的 MVP 依旧是给到了大唐选手8-3-6，这把的豹女也是在整场比赛里面一直在窜，一直在找声音做，对吧？我就觉得这把对于 KBG 来说，或者说这一场 BO3 对于 KBG 来说，无疑是打野个人的表演秀了。对。当然，我觉得我印象里很多场吧，基本上 KBG 赢下比赛的话，大唐他都必须要 C。他现在是团队的老大哥。对，一方面在队内里面也是老大哥，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换句话来讲，就对于 KBG 的比赛来说，一旦是大唐没声音了，他们很容易输。对。就最近看大唐，只要是野区前面过得不顺，基本上中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少个人，然后再打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KBG 其实边线一时做不到任何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也是 KBG 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嘛，就是我们说他成绩会居于中游，原因点还是在于我觉得他边线的能力啊。因为其实我觉得目前我们看到胸针，其实他已经有一些进步，但其实季梦这条线，我觉得一直是 KBG 相对比较弱的线，因为它是就是刚补进来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其实对于季梦来说，能够打出这么多高光亮眼的表现，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操作上限是非常高的。但这名选手目前看起来的情况是，我觉得还是缺乏了一些自信，就还是得在比赛里面多去让他有那种高光的镜头，让他多次证明自己之后，他可能在自信上面能够得到一些补足。那 KBG 可能在边线会打得更好。是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看 KBG 给他拿的阵容都是一些比较拖后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强度的英雄。你看第1局的格温，然后包括第2局的阿卡丽，其实都是那种很需要 C 的位置。是的，还是很相信他的，只是我觉得更多的需要他在很多时候可以站出来。因为毕竟之前的 KBG 对吧，这中路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现在确实对于一个新人选手来说，你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但我们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看到了季梦非常多的这个进步啊，所以也确实对这个路人王来说未来可期，对吧？最近 KBG 这个状态确实起起伏伏，但好在是你像这一场关键的比赛也还是拿下来了，因为毕竟我们赛前也提到 SS1 是在他的下面的队伍里面，现在积分离他最近的。是的。所以我是觉得，确实现在的这个比赛对于 KBG 来说，后面还是有盼头。那也要看一下他们后面的表现能不能进到季后赛了。那我们赛后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绪了，下面我们把时间先交给敢敢。Hello， 各位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召唤师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再次恭喜 KBG 2-0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他们的打野选手大唐来接受赛后采访。那么先有请他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KBG 打野选手大唐。好的，恭喜你在第2局的比赛当中拿下了 MVP， 今天的表现也非常亮眼。那今天在2-0以后呢，也是成功的拿下了你们在夏季赛的第4胜了，而且在第1局的比赛当中呢，也是12-1终结掉了比赛，险些零封掉了 SS1。那此时此刻有什么想说的呢？首先很开心吧，因为这场胜利对我们来说很关键。
确实，因为其实来到了我们夏季赛，还是经历了挺多坎坷的，但今天表现出来这个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保持下去。那说回到我们的游戏内的内容，其实，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会发现前中期其实你也是一直在围绕着上半区去做进攻的，前期的2个人头也基本上都是在上半区产生的嘛。那也想问一下你，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是通过什么进行了这个半区进攻方向的选择的呢？因为当时我们拿了先锋嘛，然后我们另外一边就是压力很大，那个塔快没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想着我们去把它越了，然后把它上塔拆了嘛。也是根据我们局内的一些变化来进行的抉择，然后当时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给到了对面的上半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无论是兵线上的压力也好，还是野区上的压力都十分的大。那其实发现两边的团战在这2局的比赛当中拉扯的都非常的到位，对于2支战队来说，那想问一下你，对于 KPG 来说，在这种双方都在拼命拉扯，没有办法产生击杀的团战下，你们想要去打开局面，要面临着哪些抉择点呢？就是想要做些什么才能去打开我们团战的局面呢？首先两边在僵持的话，就是不能急，就是我们正常运营嘛，然后再看哪一边先耐不住，就会给机会。而且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边线以及中路线的一个情况，看一下会不会在拉扯的过程当中把兵线给处理掉，也会更好一些。那其实，在接下来，其实你们也是主要去跟微博去竞争到我们季后赛的一个名额了。那明天对于你们来说，也要面对上强敌，目前9连胜的 FP， 那面对上他们有几成把握能够拿下呢？先10成吧，然后自信心先要拿出来，先不管他能不能赢，是不是？对，电子竞技还是得要想要赢才行。那有什么话想要对你们明天的对手说的呢？上次差点赢你们，这次一定要拿下。上次也是差一点点就拿下了。那这次在今天状态如此之好的情况下，也相信你们明天能够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上 FP。那好，我们的赛后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唐选手，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解说吧。队伍来说，都是无疑是在积分上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那看一下积分排名。那整体来说的话，其实今天打完之后，这个整体的排名没有特别大的变化。WBG 现在可能来到了第4，那它跟 RV 本来就是一个上下你我交换的情况。那 SS1 是有1名的掉落，他是来到第7名，因为之前他是第6嘛。是的，现在主要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在 RV、WBG 以及 KBG 这3个队伍当中，对吧？因为3个队伍其实相差的这个积分真的不是很多，包括这个净胜分的小分，你可以发现基本上也是差在了4分之内，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因为1场比赛或者2场比赛而改写自己的命运。是的。然后也是希望每一支队伍都可以加油，因为第1轮打完之后，大家基本上已经摸清了所有队伍的情况，对，也摸清了版本大概强弱度。那我们看一下明天的比赛，那明天的比赛是从3点就可以开始。